朋友们，我是尤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说到白板动画的话，相信很多小伙伴还是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如果说你是新手，你刚开始在制作视频的时候没有一些视频素材，那这个时候的话，白板动画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门的一个视频。那今天的话，有峰会教大家用 Canva 的一个最新的一个 AI 神器，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个白板动画。那利用这个工具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可以成为白板动画制作的一个大师。那在制作我们白板动画之前的话，首先我们需要想一个我们需要制作的视频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关于理财的一个故事，你想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讲一些关于宇宙关于历史的一些故事。有时候的话，用这种白板动画的形式展现还是非常的好的。选好我们的主题以后，接下来我们一步的话就是来编写我们的一个脚本。如果说你写脚本没有灵感的话，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ChatGPT 这位智能编辑的话随时待命，我们可以随时叫 GPT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那你的动画的话就有了灵魂。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交给我们的 Canva 来直接帮你生成出这样的动画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接下来我们边做边聊我相信你看完本期的视频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白板动画的一个制作的高手。首先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一步的话，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 ChatGPT。首先的话，你可以给它一个主题方向。有风的话，这里只是仅做演示。我给他一个方向，帮我写一个，比如说关于新手入门理财的一个故事，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让新手看了以后的话也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我要教他用第一人称写？第一人称写出来的话，更像是一个人物在表达，在讲述他的故事。如果说没有这句话的话，他就是会写出一段比较呆板的内容。用第一人称写出来的话，会让整个故事的话感觉就像一个真人在讲述。比如说你好，我叫小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几个月之前，我对理财知识一无所知。大概的话，他就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我叫 GPT 的话，把中间这个章节给去掉。比如说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它会帮我们把这个，比如说第一章这种看起来确实有点古板，章节去掉以后，它就会帮我们用这种，比如说初试理财，迈出第一步，建立紧急备用金了解理财实际行动不断学习调整有这样一个主题方向，可能看起来的话会更真实一些。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叫它，如果说你在油管的话，你做英文频道，我们可以叫它帮你把这个脚本的话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GPT 现在的话，它当成一个翻译也非常好用。我觉得它比市面上比如说最好的这个DEPL 翻译出来的有些内容的话，可能会更接近这种自然语言。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下。接下来当我们有了我们的一个文字脚本以后，我们就需要把这段文字脚本的话转换成一个语音。因为等一下的话，我们在用白板故事讲故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段配音。这段配音的话，我们可以交给我们这个11实验室 Eleven Labs 的话来帮我们实现。我们要做的话就是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个脚本。那有风这里只是随机复制一小段，给大家演示一下。复制一小段，来到我们的实验室，点击左边这里开始。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点击这 Gmail 邮箱，你的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登录好进来以后，我们把我们的一个脚本，我们的一个文本粘贴进来。我们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配音，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Voice， 我们可以来选择一个好的配音。这个地方呢有个 Library， 我们可以来到声音库里面来挑选一个声音。它里面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大家的话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按钮试听一下就可以了。右边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筛选，你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你想要男性的配音他的年纪的话，比如说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人。比如说我选择个中年人。语言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个，比如说英语。好，下面的话它就会把这些筛选出来。你可以挨个听。如果说哪一个声音你觉得满意，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这个声音的话加到你的声音库里面来比如说我这个增加进来，这个声音叫做 BEN。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左上角这个合成，左下角这里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你刚刚好。这里的话，这里就是我们刚才选择一个配音，点击一下它。这里点击一下生成就可以了。这里还有一个设置按钮，你可以来具体来设置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保持默认的话一般就可以了。点击一个生成。
，ElevenLabs 的话就会根据我们这上面这段话，帮我们生成一段配音。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右下角这个下载按钮，把这段配音的话先下载下来。好，我们的配音都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制作我们的一个白板动画视频。那我们要用的工具叫做 Canva，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来到 Canva 以后的话，你可以先免费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拉到最下面一点，那这个你可以左右滚动进行一个选择。我们选择这里有个，比如说手机视频，因为现在的手机上看视频人比较多，那我们可以制作这种手机类的一个短视频。那我们可以制作这种短视频，我们点击一下创建，这就是 Canva 的一个后台编辑界面。整个流程操作下来的话比较简单，只要你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操作，我相信的话你都可以学会没有什么难的。这个的话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技术含量。我们拉到左边这里有个 APP， 在这个 APP 里的话，我们在左上角搜索一个，比如说这个 Magic Media。这个工具的话，它可以帮我们生成，根据提示词直接生成一个照片。那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生成一个照片，可以生成图形，还可以帮我们生成视频，都可以。这时候我们选择中间这个生成这个图形，因为我们白板动画的话，大概的话就是这种图形的这种形式，有这种类似这种动画，有点这种动画的这种效果。中间的话，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的话，我们需要用 AI 的话来帮我们来处理一下。那我们这里的话需要很多段来提示词来讲述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回到我们ChatGPT，我们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我想用白板动画制作一个视频来讲述这个故事，你能建议一些场景吗？请尽可能的设计更多的一个场景。那我的意思就是叫他把上面这段故事变成一个提示词。等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提示词呢去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视觉画面。它这里很快帮我们生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叫它用翻译成英文。有了这些提示词以后的话，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生成一个连续性的人物。希望我们制作出来这个人物形象的话，它的整个面部特征至少是说大概相似的，不要差距的太远。如果说你单纯的只是把这个提示词复制过来，然后粘贴在里面的话，进行一个生成大概率你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的话，它的面部特征也就是人物的一致性的话，可能会相差很多。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到 GPT 里面的一个 GPTs 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话，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些连续性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提示词。这个工具的话，可能需要你要 GPT 的一个 Plus 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Plus 会员的话，可能的话你用不了。那怎么样才能升级到 GPT 的一个 Plus 会员？那有风之前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把 GPT升级到一个 GPT Plus 会员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当你的会员生成好以后当你的 GPT 会员生成好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探索 GPTs 的话，相当于是别人已经制作好的一些 GPS， 相当于是 GPT 里面的应用，它里面有很多其他人已经把整个提示词已经帮你编写好了。你要做的话它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工作效率。那在这个 GPS 我们来搜索这个关键词就是连续性的一个人物。那我们要用到的就是第一个，那这边带有闪电的这个，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看到这个人用的人非常多，有超过40万人在使用它这个生成连续性动画的这个 GPT 提示生成器。点击这里开始聊天。接下来我们来给他一步提示，叫他帮我们生成这种连续性动画的这种提示词。如果说你是 GPT Plus 的会员的话，它可以直接帮你生成照片，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的话，我这样告诉他，我说，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想生成图片，都不要直接生成照片，而是给我一个提示词。那我可以将它直接粘贴到，比如说我们 Leonardo AI、我们 Midjourney 或者是我们其他 AI 图片工具里面，直接进行一个生成就可以了。那今天我要用那个工具是直接在我们这个 Canva 里面的话进行一个图片的生成，整个流程操作下来还是非常简单只要大家跟着我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它会开始。好的，让我们开始。首先，请问一下你的角色是男性还是女性？因为我们刚才这个里面生产，他说他叫小明，这个的话可能是一个男性。我们这里选择一个男性。好，接下来的话，请为这个角色的话提供一个名字。
为什么要提供名字？因为在 AI 这种工具，它在帮我们生成这种连续性的人物的时候，它其实也有一种判断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给它里面的名字是一样的，它下一次给你生成一张，大概率的话会和你上一张的话非常的相似。所以说，一定要给它定一个名字。那我们刚才的话，我们 AI 生成的名字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它叫做小明。我们把这段英文的它的一个字母小明 ，OK， 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面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物的一个名字。它叫我们描述一下这个角色的一个信息，比如说年龄、国家、发型，比如说一个30岁的一个男人，比如说美国男，发型的话是一个短发，服装的话我叫他穿着一个衬衫。这个的话大概是我们这个人物的形象。接下来的话，他会接下来他会问我们每张图像中。你希望这个图片它要变化哪些内容比如说表情、动作、姿势这3种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一起选中我希望每张图片的话，它的表情、动作和姿势都会略有不同。好，这里的话，请告诉他第一个变量的具体内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写一个，比如说它这一个笑容吧，我们来第一个选一个笑容。好，这里的话 GPT 的话会帮我们生成出我们第一个我们这个人物的一个大概形象的一个照片。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个代码，点击右边这个 copy， 然后来到我们 Canva， 把我们的提示词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来选择一下我们这个视频，那我们选择一下等一下 Canva 帮我们生成好的图片的一个图片风格。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 See All， 你可以查看更多。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种黑白的这种效果。那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手绘，我们点击一下返回。我今天就选择这个手绘就可以了，选择它。选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生成就可以了。Canva 的话，它每次的话会帮我们生成4张照片。你要做的就是在这4张照片里面选择一张你满意的照片就可以了。大概的话，这个就是帮我们生成一个小明的一个大概形象。比如说，我觉得第一个还可以，我选择第一个，把这张照片的话稍微拉大一点，就大概是我们这个主人物小明的一个形象。接下来我们回到 GPT 来生成我们第2个图片的一个提示词。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生成好的脚本的一个画面，可以复制一下我们这个第一段，因为刚才 GPT 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我们这里面之前生成好的一个提示词，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它，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 GPTs 里面，把我们刚才的提示词发送给它。接下来的话，这个 GPTs 的话就会根据我们刚才这段提示生成一个第2段提示词，我们复制一下它。那为什么大家说我们不用这里面 GPT 直接帮我们生成这个提示词？因为这里面这提示词的话，它每一段提示词没有我们这个人物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那用它这个生成这种连续性照片这种提示词的话，它每次的话都会形容一下我们大概我们这个人物的一个形象。我们要做的也就是 copy 一下它，点击左边这里的左下角这里返回，把我们的第2段提示粘贴进来，还是同样选择第2个手绘，点击一个生成。以此类推，把我们之前的话全部都复制一下。我们复制一下我们生成这个提示词，来到我们这个连续性这个提示词里面 GPTs 里面呢，发送给它，叫它帮我们生成第3个提示词，同样的复制一下它，再来到我们的 Canva。刚才已经生成好了，比如说我觉得第2个我就点一下第2个。刚才的话我们这个图片生成好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新建一个场景，再点击左边这里，可以把我们这个人物的话稍微拉大一点点。再点击这里个再点击这里个返回，再把我们的第3段提示词直接粘贴进来进行一个生成。那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把我们这里面的所有，比如我们这里一共有12段，那每一段提示词的话，我们都放在这个连续性生成这种连续性动画这个 GPTs 里面来生成一下，重复这样的步骤。你看它每次生成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戴了眼镜的，那后面的话它可能都会戴眼镜，那可能它穿着不同的衣服在办公，但是整体形象的话还是差不多。整体形象的话看起来还是差不多，那你不能说全部一模一样，只要大概的话像的话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把我们所有的照片的话全部的话都给生成出来这就是有风刚才的话花了一点时间把我里面的全部照片的话
我已经生成好了。接下来也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图片的话先给下载下来。怎么下载呀？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分享，分享的话这里有个 download， 我们点击下载，这里有个图片的格式我们要选一下。这的话我们选成 GPG 就可以了，选了 GPG 后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 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图片的话给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的话，你会得到一个压缩文件包。你要做的话就是把里面的图片解压出来，你会得到每一个图片。当你得到每一个图片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来进行下一步，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图片转化成一个白板动画。非常简单。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只需要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APP， 那这个 APP 的话，我们在这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叫做 Speed Painter， 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个 APP 它有什么用呢？它就直接可以把我们的图片转化成一个白板动画。但是在转换之前的话，我们这里还要进行一个比较小的操作，来到我们每一段这个上面照片的最后1秒钟吧，点击右键，点击这个把这个图层的话分成2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等一下的话你就知道了以此类推，把我们每一段都在最后1秒钟点击右键，点击这里分开，把我们这个分成2个。第3个也是这样子，最后1秒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分开。这里的话我先就分这么多了。我们要做左边这个 Speed Painter， 我们点击这里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这张照片的话给传进来。比如说我这个是这张照片，点一下它，然后的话这里可以选择一下我们这个白板动画的一个样式。比如说15秒的状态的话是显示1秒，我们这种有颜色的这个是显示3秒钟，大概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的时间的话你可以自己调。选择时间越长的话，可能生成所需要的时间也会更多，但是它的动画时长的话就会更长。在上面全部选好，又点击一下生成。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帮我们把这张照片的话变成一个白板动画的一个视频。这里的话，它每次生成的话，可能需要花到个30秒到1分钟左右。这就是它刚才帮我们生成好的这个视频。你看，这放在上面，它会大概显示，这就是我们刚才Canva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白板动画，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要做的话就是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增加，把这个白板增加到我们右边这个图层上面来。这里的话已经增加进来了，我们可以拉到左上角，再点击这里拉大，把它整个照片的话稍微拉大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就是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白板动画的一个效果。大家感觉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留最后1秒钟左右在这里，因为它这里生成完以后的话，它就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需要它在后面的话再把我们整个再显示一下。中间的话你可以把它加一个过渡，比如说点一下这里有个过渡，我们随便选一个过渡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比如说它这里正在画，画完以后的话，这里的话会增加个过渡，直接的话它就会帮我们这里再显示一下。如果说前面的话有一点多，因为它画完以后的话，那你可以把前面的话往前面收一点就可以了。OK， 收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差不多。那这1秒钟就是最后1秒钟它画完的整个一个形象。重复这样的步骤，我们点击这里，把我们在第2张图片也来生成这样的白板动画。方法一样，第一个选1秒，第2个的话选3秒，点击一下生成。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加一个这种转场，第2个的话就是我们我们2张不同的照片中间，我们也可以来加一个转场。这个转场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转场。Canva 里面的话，它提供了那你每个转场的话都可以来稍微变换一下。比如说这次我选择这个转场，以此类推，把我们后面的话全部都给生成出来。大概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生成好的一个效果。当我们的白板动画生成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步的话，就是把我们的配音的话也给加进来。配音怎么加呢？我们点击左边这里的上传，才点击这里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在11实验室生成好这个配音加进来。那直接点击一下左边这个配音加进来就可以了。它这个配音的话，它会显示到我们最底部。这里的话你可以把它变小一点，这里变大都可以。那这上面的话你可以拖动这个，它会出现在上面。那全部制作好以后的话，你要做的就是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选择这里一个下载。下载的话，这次的话我们就选择这种 MP4 的这种格式，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制作好这个白板动画的话下载下来。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白板动画大概长什么样。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Xiaoming.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journey of getting started with personal finance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inspire and help those of you who are just beginning to manage your finances. A few months ago, I was completely clueless about personal finance. My salary was just enough to cover my expenses, and I had almost no savings. Despite working hard, I felt like my money was disappearing as soon as I earned it. I realized that this couldn't 在这边你来看完这首页这里的左右拖动，在后面的话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话就是这种横屏的视频，制作方法和原理的话和我们刚才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多去试一下。你可以用这种白板动画的话制作成这种理财的视频制作成历史的视频制作成一些讲一些天文地理的一些视频都没有问题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你找不到视频素材，用这种白板动画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我是有风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网上赚钱通过视频赚钱的一些方式教大家怎么样通过做视频在油管上面赚美金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本期用到的所有的链接还有提示词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跟着我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